咱就说先不管露哪儿了，要不你去把衣服穿上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陈默，眼前这个叫江雪的女生是我新来的室友。听说她家破产，没辙了才出来打工。她愿意跟我挤一屋，理由就一个，那就是便宜。可自从跟她住到一起，我的日子就没消停过，简直生不如死。要不是为了省点租金，打死我也不干。她进门第一天，我本着绅士风度想帮她拎行李，结果被她一句话噎得死死的。你洗手了吗？我那只手顿时僵在半空，跟被电麻了似的，伸也不是，缩也不是，满脸尴尬。最后只好悻悻的侧身给他让出一条路。眼看着他瘦小的身子，费劲的拖着那只大行李箱挪进门，我也忘了自我介绍，看他那意思也没想认识我。一进屋他就皱起了眉头，我心里清楚他在嫌弃什么。这屋里总有一股说不上来的腐臭味，我也是住了好久才慢慢习惯。你有钥匙吧？待会儿我要出门一趟。他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算回应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也懒得跟他多扯，抬腿就出了门。那天是陪兄弟喝酒，等回到家已经快11点了。我迷迷糊糊推开卧室门，当场就呆住了。这特么还是我那个狗窝吗？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，平时乱堆的资料码得整整齐齐。别说屋里有个爱干净的姑娘，确实不赖。我倒头就睡。隔天起床准备上班，就发现桌子上空空如也。最要命的是我那个 U 盘没了，那可是我的心头血，攒了这么多年的灵感都在里面。于是我连忙找到江雪。那个江雪，你昨天帮我收拾屋子了？不用谢我。不是要谢你，我桌上那个 U 盘你瞧见没？我本以为肯定是江雪顺手给我收起来了，谁知道她轻飘飘来了一句扔了。大姐，我 U 盘里可是装了几百个 G 的资料，你就给我这么扔了？不就一个破 U 盘吗？我赔你一个就是。难道说里面装的都是种子？听到这儿我是真绷不住了，今天非把规矩定死不可。私人空间和公共区域得分清楚。我俩吵了整整10分钟，最后总算谈拢。客厅、卫生间、厨房归公用，卧室是私人地盘，阳台归他，算他的私人空间。因为他要晾贴身衣物，不太好意思让我看见。我房间朝南，阳光倒是挺足，我屋里就能晾干。他那件背阴衣服根本见不着光。作为补偿，他愿意承包水电费。约法3章后，他转身回了屋。没一会儿就传来呜呜的哭声，声音还越来越大。我摸着鼻子直纳闷，我也没怎么欺负他吧，反正我平时几乎用不上水电，又没让他多掏几个钱。周六早上，我正做着美梦，哐当一声，卧室门被猛地推开，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直接从床上弹起来，正对上江雪那张慌里慌张的脸。大姐，下次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？你怎么不锁门啊？你看我这破门像是有锁的样子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来借2个衣架。干嘛呢？搁这练手艺活呢？见鬼了！我1米8几的大老爷们，愣是被这一句玩笑话骚得面红耳赤。他拿走2个衣架，嘴角又往上翘了翘。哎呦，好可爱的卡通底裤！不是，大姐，你真没活了是不是？要不我送你2条？从他溜走时脚步略微凌乱的样子，我能看出来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。合租嘛，对吧？总得有个磨合的过程。我原本以为的磨合是2个人都能找到对方的边界在哪，不去触碰，就算合格的合租对象了。他不是，他是明明知道你的边界在哪，却在界限两边反复横跳。比如他还是会动不动就像猫一样进我的房间，会在我洗漱的时候突然闯进卫生间，发现我在里面之后，就会发出堪比防空警报的刺耳尖叫。也不知道他在那叫唤的什么劲儿，而且他基本没什么生活常识。衣服扔进洗衣机之后，剩下的全看命，不会做饭还非要自己瞎折腾，差点把整间屋子都给点着。每次我都得骂骂咧咧的手把手教他，唯一让我欣慰的是，他学的还算挺快。第2次做饭的时候，已经知道油锅起火不能用水浇，他把洗衣液倒上去了。7月16号是他的生日，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那天他像织着了魔的猫一样，一直在客厅沙发上嘟囔：今天过生日千万别加班，今天过生日千万别加班。其实我睡眠质量一直挺好，但也架不住他这念咒一样的嘟囔声。当我憋着一肚子火想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出门了。今天他走得格外匆忙，他卧室门没关，我没进去，只在门口瞥了一眼，看见他桌上搁着的外卖盒子，里面还剩半个馒头、小半碗粥、2小盒素菜，这就是他昨天的晚餐。鬼上身一样，转身下楼买了菜，掐着他晚上下班的时间，我一边炒菜一边骂自己有病。等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客厅桌上已经摆好了4菜1汤，旁边还搁着1块4寸蛋糕，他当场愣住了。怎么，你今晚有朋友过来？没有，今天有个傻逼过生日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？不瞒您说，今天早上你只要再稍微大一点声，整栋楼都知道了。没发现你这人虽然长得不太安分，心眼倒还挺好的。这是我爸去世后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。你这小姑娘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就是好好个人，非得长个嘴。过完生日，他没回屋，顺势枕在我大腿上睡着了。我呢，愣是一宿没睡，倒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主要是腿麻的没知觉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俩的关系算是破了冰，能窝在沙发上一起吃零食、看电视。他大概是看上我性子稳当，我呢，纯粹是贪图他的美貌。这天他正在卫生间洗澡，我在客厅急头白脸的扒着饭，里面突然传出一声惨叫。热水器漏电了！紧接着，江雪光着身子就从里头冲了出来。说实话，我脑子当场宕机，被硬控了整整3秒。咱就说先不管露哪儿了，要不你去把衣服穿上吧。打那回意外之后，他就变得不大好意思，见了我总躲着走。大概过了3个月，我也不知道是闹肚子还是怎么回事，胃里像有个钻头被钻着疼。起初我觉得撑一会就好，后来感觉越来越不对。就在我挣扎着想去医院时，江雪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捧住我的脸，手又凉又抖。那时候我疼得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。他二话没说，穿上外套，扶起我就往楼下走。这可是6楼啊！我想不通他那身子骨是怎么把我硬扛下去的。想打车，结果
果他手机忘带了，就这么半背半扛，折腾到后半夜才把我弄进急诊室。等我输完液缓过来，太阳已经快升起了，医生说是胃痉挛，没啥问题。谢谢你，快睡吧，要到点上班了。没事，我请假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彻底复活。为了谢他，我撸起袖子忙活了一下午。江雪一边吃一边夸：“真好吃，你能不能给我做一辈子饭？”我当时瞬间上头，点了头后看他笑成那样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是我想歪了。他说做一辈子饭，真就只是字面意思。这事之后，他晚饭也不点外卖，天天黏着我做饭，说这样省钱又卫生。我嘴上嫌事多，但一想到当初他背我去医院那股不要命的劲儿，炒菜的手速都快了。但今天有点反常，菜都放好了，等了5分钟还没见他来吃。我推开他房门一看，发现他正趴在床上闷头哭呢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有事儿就直说，咱好歹也是哥们儿。其实事情不复杂，江雪在公司从不加班，到点就走。就他那情商，确实理解不了什么狗屁公司文化。加上之前为了我请的假，经理话里话外都在让他优化自己。他的意思我懂，离职可以，但我又没犯错，该给的补偿1分都不能少呀。就这么点破事儿，放心，交给我去办。江雪那公司是搞小额贷款。隔天我换上板正衣服，刮干净胡子，戴上那块年久失修的假名牌，迈着8字步进了大厅。先生您好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叫你们经理出来见我。没一会，一个穿西装的胖子颠过来，跟我记忆里的照片对上了号，就是他。先生您好，想咨询什么业务？找点资金，200万。200万？废话，200块钱我还用找你？搁花爸币里不就出来了？那一天我拉着那狗经理，从业务聊到产品，从古诗词聊到哲学人生，最后走的时候连个号码都没留。第2天我接着去，连着蹲了1个礼拜，他终于反应过来，我是在耍猴了。再去的时候就不理我，咱是干自媒体的，没别的本事，就是人脉广。我在账号上发了个求助信息，好家伙，一堆正义人士响应出战，有说要带媳妇去的，有说要带锤子去的，还有个大哥刚出来，说想把国家带出去换点零花钱。只能说这届网友是真有才，说话又好听，我是真稀罕。没几天胖经理就绷不住，给我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我开门见山：辞退员工可以，把补偿款给到位了，只要走正规程序，那些找麻烦的自然就不去了。挂了电话不到5分钟，江雪就兴冲冲跑来找我，说领导同意给钱了。办离职那天，我陪他一块去的。经理看见我那张脸绿得跟苦瓜似的，旁边几个业务员恨不得冲上来，我倒是大方挥着手跟人家打招呼。江雪在旁边都看傻了。你跟他们关系挺好啊？挺好，基本都深入交流过。江雪就这么在家歇了1个星期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起来就吃我做的饭。听她抱怨说，这1礼拜胖了足足6斤，歇够了就开始投简历、面试等通知。有一瞬间，我真想教她一起干自媒体，俩人天天窝在家里，感觉也挺滋润。我承认我有私心，屋里有个大美女，看着心情都好。可这一切还是被1个电话给搅黄了。江雪找着新工作了，在4方区跑行政，离我这坐地铁得1个钟头。当晚咱俩庆祝一下，趁着酒劲，我假装随口问了一句：打算啥时候搬走？用不用我搭把手啊？我啥时候说要搬走了？我这不是看你新公司太远了吗？不远啊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上份工作多花40分钟你都要搬家，以后再被欺负了，就找哥罩着你。就在这时候，房东突然推门进来了。二位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房子我卖了，买家催得急，劳烦你们尽快搬家。我直接愣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，只能转头看江雪。这房住不成了，你打算搬哪儿去？去4方区吧，离公司近点省心。你呢？我估计去郊区找个清静地儿，便宜还有灵感。我俩谁也没提合租的事，默契的可怕。毕竟相处时间太短了，从最开始闹矛盾，到后来互相理解，再到并肩作战，日子过得太赶了。要是能再给我们半年时间，我绝对有勇气把心里话掏出来，问问他愿不愿意搭伙过日子。而现在开口，怎么看都像是不怀好意。那个，要不我跟你去4方区再找个房，俩人合租能省不少钱。我们单位有个刚来的同事，昨天都约好了要一块住。走的那天，我帮江雪拎行李，她伸手拍了拍我肩膀上的灰。要不要抱一下？抱个屁！都有微信，没必要整得这么矫情。我下意识地将其紧紧搂住，看着搬家的小车拉着他越走越远，随风飘走的，好像是我刚发芽就被掐掉的爱情。我记不清他是咋从我怀里挣开的，也想不起是怎么说再见的。他抱紧我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4个字：命运弄人。最后只能对着空马路狠狠挥了挥手。从那以后，我俩的微信记录就停在9月6号。第2天我也搬了家，叫了一帮哥们，热热闹闹折腾一天，忙完都入夜了，找了个烧烤摊撸串喝酒，那种熟悉的感觉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现实。那个小小的身影，好像在我心里变轻了不少。陈默，跟你合租那个美女呢？搬走了。咋没接着租啊？人家在4方区上班，跟我在一块租个屁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人家呢？我没有。你放屁！没有？你租个2居室干啥？
这几个字像重锤一样，把我脑子里的壳给敲碎了。是啊，我一个人为什么要租个2居室？甚至在朋友滴溜出来之前，我自己都没意识到。挑了半天，选了个死贵，离4方区还特别近的点，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。也许像哥们说的，我潜意识里还在等江雪回来，生活又回到了老样子。但有些习惯是真的改不掉，比如老是做多饭菜，还是不习惯点外卖，那股子懒散劲没了。定期就把屋子扫一遍，空着的卧室没人住，我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今天的雨下得特别大，闪电一道接着一道。我正窝在电脑前琢磨我的灵异剧本，寻思是床底下有鬼吓人，还是门外头更恐怖。想得入神了，我猫腰往床底瞅了一眼，我擦不是看见什么脏东西，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躺在那儿。被江雪弄丢那个 U 盘怎么会在这？有人敲门，吓我一哆嗦。门一开，门口站着个落汤鸡似的女人。傻了，不知道搭把手啊！江雪，你这又是闹哪出？现在中介太黑了，我直接把房租转给你行不行？咱省点中介费。你这欢迎室友的方式够特别的啊！赶紧去洗澡，不然容易感冒。这屋热水器漏电不？不漏，我替你试过好几回了。对了，你是怎么摸到这儿来的？问中介小哥啊，咱俩找的是一个中介，你忘了？哼，那人挺好的，没你说的那么黑。那小哥确实不错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他长得黑。那是真黑。江雪哼着小曲进了次卧，我靠在客厅沙发上，指尖还残留着刚才抱她时沾到的雨水凉意。我起身又去厨房，把刚才做多的饭菜重新热了热。江雪这回收拾完卧室，指不定又饿了。这姑娘的胃口，我摸得门清，看着瘦瘦小小的，吃起饭来一点不含糊。之前在老房子住的时候，每次我做4菜1汤，她都能比我多吃小半碗米饭。没多大会，次卧的门开了，江雪换了身干净的浅粉色睡衣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餐桌上热好的饭菜，眼睛亮了亮。还真热了。我刚刚才真吃饱了，就是闻着香，再吃2颗也行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很自觉地拿起筷子吃饭，完全没了刚才冒雨赶来时的狼狈，也没了分开那段时间的生疏，仿佛这半个多月的分离压根没存在过。他一直就住在这个屋子里似的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看着他吃饭的样子，嘴角不自觉地往上扬。之前不是说跟新同事合租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搬出来了？还冒这么大的雨找过来，也不怕我已经有新朋友了？江雪夹菜的手顿了顿，耳朵尖微微泛红。那同事根本没法住，事儿多到离谱。我刚搬进去第1天，他就嫌我洗澡时间长，嫌我晚上起夜动静大。他越说越委屈，嘴巴撅得老高，跟当初在老房子被公司领导欺负时一模一样。说到最后，他声音越来越小，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看我，耳根红的能滴出血来。我心里一软，哪还舍得调侃他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手感还是跟以前一样软乎乎的。想过来就过来，这屋子本来就是2居室，空着也是空着，你来了还热闹。真的，你不觉得我麻烦啊？麻烦，肯定麻烦。你又不会做饭，又没啥生活常识，还总爱乱碰我东西。不过吧，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，勉强收留你了，但是有条件。第一，以后不准随便进我书房乱动我东西，尤其是我的手稿和 U 盘，那可是我的命根子。第二，做饭我包了，但是洗碗、擦桌子、倒垃圾这些活全归你，不准偷懒。第三，晚上洗澡必须等我检查完热水器再进去，不准再像上次那样莽撞，差点出事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以后我肯定乖乖听话，绝不乱碰你东西，洗碗擦桌全包了，洗澡绝对等你检查，保证不给你添麻烦。他嘴上说的信誓旦旦，我心里却门清，这姑娘的话顶多能信一半，指不定过不了几天就又开始在我底线边缘反复横跳。不过我也不恼，比起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屋子，我倒更愿意她时不时闹点小动静，至少这个家有了烟火气。吃完饭，江雪很自觉地收拾碗筷，端着进了厨房，打开水龙头开始洗碗。我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她，她动作不算熟练，却很认真，小心翼翼地刷着碗，怕摔碎了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搬来这儿的？中介居然敢把我的新地址给你，我还以为他得守规矩。我跟中介小哥软磨硬泡了好久，还给他买了杯奶茶，跟他说我跟你是好朋友，之前合租闹了点小矛盾，现在想和好，他心一软就给我了。还说你搬过来的时候特意问了有没有2居室，说空一间出来留着，他当时就猜你是在等我呢。别听他瞎说，我就是觉得2居室宽敞，一间住人，一间当书房更好合适。才不是等你。哦，是吗？那某人之前在老房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4方河合租，是谁啊？是谁脸皮厚先开口的？小孩子家家的，别总翻旧账，赶紧去把头发吹干，不然明天该头疼感冒了。我可没时间送你去医院。嘴上这么说，我还是转身拿了吹风机，插好电帮他吹头发。江雪愣了一下，但还是乖乖坐在沙发上。我站在她身后，手指轻轻穿过她的长发，吹风机的暖风缓缓吹着，发丝在我指尖缠绕，柔软的不像话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吹风机的嗡嗡声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上次差点把老房子点着，这次还敢上手？赶紧出去等着，我来做，10分钟就好。江雪乖乖退到厨房门口，靠着门框看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像个小迷妹似的。陈默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会做饭，会修东西，还会帮我出气。
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手上动作不停，煎了2个鸡蛋，烤了2片面包，热了2杯牛奶，简单的早餐就做好了。江雪洗漱完，坐在餐桌旁，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，一边吃一边夸：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太好吃了，比外面卖的早餐还香。以后我天天都能吃到你做的早餐吗？看我心情，我要是赶稿子忙，你就自己点外卖，别指望我。他抬头冲我笑了笑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脸上，暖暖的，晃得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所谓的人间烟火，大抵就是这样：一屋2人，3餐4季，清晨有早餐，傍晚有归途。上次差点把老房子点着，这次还敢上手，赶紧出去等着，我来做，10分钟就好。江雪乖乖退到厨房门口，靠着门框看着我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像个小迷妹似的。陈默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会做饭，会修东西，还会帮我出气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被他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手上动作不停，煎了2个鸡蛋，烤了2片面包，热了2杯牛奶，简单的早餐就做好了。江雪洗漱完，坐在餐桌旁，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，一边吃一边夸：好吃，太好吃了！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太好吃了，比外面卖的早餐还香。以后我天天都能吃到你做的早餐吗？看我心情，我要是赶稿子忙，你就自己点外卖，别指望我。他抬头冲我笑了笑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脸上，暖暖的，晃得我眼睛都有点睁不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所谓的人间烟火，大抵就是这样：一屋2人，3餐4季，清晨有早餐，傍晚有归途。江雪新工作是行政岗，朝9晚6，偶尔加班。每天早上我都会提前10分钟做好早餐，他吃完就急匆匆地出门。晚上下班回来，我差不多也把晚饭做好了。他倒是说到做到，每天吃完饭主动洗碗、收拾厨房、打扫客厅卫生。虽然偶尔还是会犯点小迷糊，但比起以前已经进步太多了。我依旧做着灵异自媒体，每天宅在家里写稿子、画插画、剪视频，日子规律又平淡。江雪下班早的时候，会坐在客厅沙发上，安安静静地看书或者玩手机，不打扰我工作，偶尔给我端杯温水。只是这份平静的相处里，慢慢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，像一层薄薄的窗纸，谁都没有捅破，却都能感受到彼此眼底的不一样。比如晚上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会不自觉地靠在我肩膀上，看到恐怖镜头的时候，会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整个人缩在我怀里，浑身发抖，嘴里还嘴硬说自己一点都不怕，一点都不怕。他会默默给我留一盏客厅的灯，温一杯牛奶放在我书桌旁，自己再回房间睡觉。比如下雨天，我会提前算好他下班的时间，拿着伞去地铁站接他，他会挽着我的胳膊，踩着水坑往前走，笑得一脸开心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俩很少出门，大多宅在家里，我赶稿子，他就在旁边收拾屋子，或者学着做一些小零食。虽然成功率不高，但每次做好都会第一时间拿给我尝。有个周六，我在家剪视频，忙得昏天黑地，连午饭都忘了吃。江雪看在眼里，没打扰我，自己悄悄去厨房照着网上的教程，学着包馄饨。等我忙完走出书房，就看见餐桌上摆着一碗包得歪歪扭扭的馄饨，他围着围裙，手上沾着面粉，一脸期待地看着我。我看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馄饨，有的皮破了，有的馅漏了，忍不住笑出声。我拿起勺子尝了一口，味道居然还不错，就是盐放多了点，有点咸。江雪紧张地看着我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是不是很难吃？还行，就是盐放多了，下次少放一点。我笑着说，把一碗馄饨全都吃完了。江雪见我吃完，开心地跳了起来，像个得到表扬的小朋友。那天下午，我俩坐在阳台晒太阳，他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晒太阳。陈默，你说咱们这样算不算的合租日友啊？当然算，我们不仅是最好的合租日友，还是最好的朋友。他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，只是轻轻嗯了一声。我知道他心里想的和我心里想的早就超出了朋友和室友的界限，只是我们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等彼此都有勇气把那份藏在心底的喜欢说出口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天气渐渐转凉，进入了深秋，屋子里却越来越暖和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推开门就能闻到饭菜香，身边有个人说话，再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冷清。这样的日子，我越来越贪恋，也越来越害怕失去。深秋的一个周末，下着小雨，天气阴冷阴冷的，我俩都懒得出门，窝在客厅里。我在整理之前的素材，江雪抱着抱枕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气氛安静又温馨。刷着刷着，江雪忽然叹了口气，情绪低落下来，手机扔在一边，抱着膝盖，把头埋在膝盖里，一动不动。我察觉到她的不对劲，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。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突然不开心了？是不是工作上受委屈了？还是谁欺负你了？我语气放得格外温柔，生怕吓到他。他摇了摇头，过了好一会才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眼眶里含着泪水，看着我声音哽咽。原来今天是他爸爸的忌日。回想起之前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他爸爸去世了，家里的钱全都花在治病上，他才出来打工，住便宜的出租屋。我一直没敢多问他的过往，怕戳到他的痛处。
我伸手把她揽进怀里，让她靠在我肩膀上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，像哄小孩子一样。江雪再也忍不住，趴在我怀里放声哭了起来，哭声压抑又难过，把这么久以来的委屈思念全都发泄了出来。我抱着她，能感受到她身体的颤抖，心里也跟着酸酸的，满是心疼。这个看着娇憨可爱、没心没肺的姑娘，其实心里藏着这么多心事，藏着这么多难过。她从小家境不错，被爸爸妈妈宠着长大，从来没吃过苦。可突然之间父亲生病，花光所有积蓄，最后还是离开了。她从衣食无忧的小公主，变成了独自在外打拼的打工人，换做谁都很难承受。哭了好久，江雪才慢慢平复下来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，鼻子红红的，靠在我怀里，轻声跟我说起她的过往。她爸以前是做小生意的，家里条件挺好的，她从小到大想要什么都有，从来没受过委屈。学习不好，她爸也不骂她，就说她开心就好。她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，是她爸一个人把江雪带大的，什么都依着她。3年前，江雪的爸爸突然查出癌症，还是晚期。那时候江雪刚上大学，听到消息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为了给爸爸治病，家里的房子卖了，生意所有的积蓄全都花光了，能借的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可还是没留住。江雪爸爸走的那天，曾拉着江雪的手说，让她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委屈自己，要开开心心的，找个对自己好的人，不要像他一样。江雪答应他了，可是江雪总是忍不住想爸爸，每次看到别人有爸爸疼，她就特别难过。毕业之后，江雪不想留在老家，触景生情，就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，找最便宜的房子住，找能养活自己的工作，不敢跟亲戚联系，怕他们问自己过得好不好，也怕自己忍不住哭。之前在老房子住，他总爱跟我顶嘴，爱乱碰我东西，其实是他太孤单了，想找点存在感，想有人跟他说说话。后来跟我熟悉了，我给他过生日，帮他出气，江雪才觉得这座城市好像也没那么冷，有个人陪着真好。分开的那半个多月，他每天都睡不好，吃不好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不管住在哪里都觉得不是家，只有跟我在一起，他才觉得踏实。他一口气说了很多，把藏在心底这么久的心事全都告诉了我。我抱着她，心里满是心疼，恨不得把所有的温柔都给她。这个姑娘看似大大咧咧，实则敏感又缺爱。她所有的小脾气、小莽撞，不过是伪装自己的铠甲，骨子里还是个需要人疼的小女孩。我紧紧抱着她，声音低沉又认真，告诉她以后不会了，以后自己陪着她，她再也不是一个人了，自己会替她爸爸照顾江雪，不让她受委屈，不让她孤单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自己都在她身边。江雪抬头看着我，眼泪还挂在脸颊上，眼神里满是感动和依赖。沉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会丢下我吧？真的，我保证永远不会丢下你。以后你的生日我都陪你过，你受委屈了我帮你出头，你孤单了我陪着你，咱们一直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江雪用力点头，扑进我怀里，紧紧抱着我，把脸埋在我胸口，轻声说：好，一直在一起。那一刻，2颗孤单的心紧紧靠在一起，再也没有距离。那些藏在心底的喜欢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，在这一刻全都有了归属。我们都明白，彼此早就成了对方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晚上我做了一大桌子他爱吃的菜，开了一瓶果汁，陪他一起纪念他的父亲。我跟他说，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陪着他。他想爸爸了就跟我说，我一直听着。江雪笑着点头，眼底的悲伤淡了很多，多了几分温柔和安心。他知道从这一刻起，她不再是独自漂泊的姑娘，有了依靠，有了家，而这个家有我在，日子平稳的过着。转眼就到了冬天，天气越来越冷，屋子里开着暖气，格外暖和。我俩的关系早就从合租室友变成了彼此依赖的恋人，只是谁都没有正式表白，却心照不宣地陪伴着对方，做着恋人之间才会做的事。可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会时不时冒出一些小风波，考验着彼此的感情。好在我们始终站在对方身边，彼此撑腰，一起面对。江雪新公司的领导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色眯眯的，之前就对江雪有点小动作，总是借着工作的名义单独叫江雪去办公室，要么让她加班，要么让她帮着做私事。江雪一直忍着没跟我说，怕我担心，也怕我冲动惹事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江雪加班到10点多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脸上带着明显的委屈，眼睛红红的，一进门就扑进我怀里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抱着她，问她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江雪哭了半天才跟我说，他们领导今天又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，她拼命反抗才跑了出来，还被领导威胁说要是敢说出去就开除她。我听完瞬间火冒三丈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立马冲到她公司把那个猥琐领导揍一顿。敢欺负我的人，我绝对不能忍。你别冲动，别去跟他硬来，他是公司领导，咱们惹不起的，大不了我辞职不干了，重新找工作就是了。江雪怕我冲动出事，赶紧拉着我的手劝我辞职？凭什么？你没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要你受委屈辞职？他欺负你就该付出代价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我语气坚定，安抚好江雪的情绪，让她在家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，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。我没有冲动去公司闹事，而是先收集证据。我让江雪把领导骚扰她的聊天记录、通话记录，还有之前同事看到的证据全都整理出来，又找了几个跟江雪关系好的同事了解情况。没想到这个领导不止骚扰江雪一个人，还骚扰过公司其他几个女员工，只是大家都怕丢工作，敢怒不敢言。我做自媒体这么久，认识的媒体朋友、博主朋友不少，对付这种职场骚扰的猥琐男，有的是办法。我先是把整理好的证据匿名发给了公司的总部纪检部门，又联系了几个本地的生活博主，把这件事隐晦的曝光出去，提醒职场女性注意防范。同时我还找了律师朋友，咨询了相关的法律问题，保留了起诉的权利。过2天公司总部就派人下来调查。
那个猥琐领导还想狡辩，可证据确凿，还有其他女员工站出来指证他，根本无从抵赖。公司为了声誉，直接把他开除了，还公开道歉，给所有被骚扰的女员工道歉，承诺加强公司管理，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江雪得知消息的时候，陈默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这么快就把事情解决了，我还以为要折腾好久呢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女朋友，谁敢欺负你，我就让他付出代价。我脱口而出，说完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说了女朋友3个字，瞬间有点不好意思，耳根泛红。江雪也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，踮起脚尖，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，小声说：对，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以后可得一直护着我。我心里一甜，反手抱住她，低头吻了下去。这个吻温柔又深情，藏着我们所有的喜欢和陪伴，没有轰轰烈烈，却足够刻骨铭心。从那天起，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不再是心照不宣的暧昧，而是光明正大的恋人。合租的屋子也彻底变成了我们的小家，充满了甜蜜和温暖。没过多久，我这边也出了点小麻烦，我的灵异自媒体账号被同行恶意举报，说我的内容封建迷信，违规下架了好几个视频，账号还被限流了，收入一下子少了很多。我心情有点低落，整天闷在书房里不想说话。江雪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每天变招法的给我做好吃的，陪在我身边鼓励我，还学着研究自媒体规则，帮我整理内容、修改文案，陪着我一起熬夜，跟我一起想办法。江雪坐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别灰心，你做的内容那么好，只是被人恶意针对了，咱们慢慢调整，重新做肯定能越来越好的。眼神坚定地鼓励我。在他的陪伴和鼓励下，我慢慢调整心态，重新优化内容，避开敏感点，做更优质的视频和文案。江雪也帮我出谋划策，提了很多新奇的点子。她的想法古灵精怪，刚好适合我的灵异账号。没想到调整之后，账号流量慢慢回升，甚至比以前更好，粉丝涨得更快，收入也比之前高了不少。我抱着江雪满心感激，真的是多亏了她，要是没有她，我肯定还在低落呢。她就是我的幸运星。江雪听话也是非常高兴的，表示自己可是我女朋友，必须得帮我，以后咱们一起努力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江雪靠在我怀里，笑得一脸甜蜜。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付出，而是彼此陪伴，彼此撑腰。遇到困难会有人和你一起面对，陷入低谷有拉你一把，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。冬天的雪悄然而至，这座城市迎来了第一场雪，漫天飞雪，银装素裹，格外好看。那天是周末，外面下着大雪，屋子里暖气十足。我特意提前准备了很久，打算给江雪一个正式的告白，给她一个仪式感。之前我们虽然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可我一直没正式跟她告白，总觉得亏欠她一个仪式。这个姑娘跟着我住在出租屋里，没享过什么福，吃了不少苦。我想给她足够的安全感，让她知道我是真的想跟她过一辈子。我提前把屋子布置了一下，没有买昂贵的鲜花和蜡烛，只是用她喜欢的小彩灯，把客厅和阳台装饰了一下，又做了一大桌子她爱吃的菜，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，还有一枚简单的银戒指，不算贵重，却是我攒了好久的钱买的，代表我的心意。江雪早上醒来，走出卧室，看到被装饰的温馨浪漫的客厅，还有一桌子饭菜，瞬间愣住，一脸惊喜地看着我，询问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怎么弄成这样。我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坐在餐桌旁，眼神认真又深情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日子，就是我想正式跟她告白，想给她一个仪式感，想告诉她自己对她的心意。我们从最开始的合租冤家，互相嫌弃，到后来慢慢熟悉，彼此陪伴，再到现在的心意相通。我从来没想过我的生活会因为一个人变得这么温暖，这么有意义。以前我一个人觉得日子凑合过就行，有口饭吃，有个地方住就够了，可遇见他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家，什么是牵挂。我没有多少钱，也没有多大的本事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自媒体博主，给不了他大富大贵的生活，可我能保证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好好疼他，好好爱他，不让他受委屈，不让他孤单。一日三餐我给他做，一辈子都陪着他。江雪，我喜欢你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是深思熟虑。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，愿意跟我一辈子在一起，嫁给我吗？我拿出那枚简单的银戒指，单膝跪地，抬头看着她，心里紧张又期待。江雪站在原地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，感动的泪是幸福的泪。她用力点头，声音哽咽，愿意，我早就愿意了。我起身把戒指戴在她的手上，大小刚好合适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一辈子都跑不掉了。江雪抱着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却笑得无比幸福，看着我手上的戒指，笑着说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，比任何金银珠宝都好看。那天我们站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漫天飞雪，吃着饭菜，聊着未来，心里满是暖意。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昂贵的礼物，可这份简单的幸福却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雪下了一整天，晚上的时候雪停了，外面一片洁白，月光洒在雪地上，格外好看。我牵着江雪的手下楼去散步，踩在厚厚的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我们手牵手慢慢往前走，聊着天，笑着闹着，冬日的寒冷都被彼此的温暖驱散。江雪指着天上的月亮，开心地说，月亮好圆啊。可是再圆的月亮也没有它好看。我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，满心都是爱意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人生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在茫茫人海中遇到那个对的人。兜兜转转还是你，往后余生全是你。
正式确定关系。许下承诺之后，我们的日子依旧平淡又温馨，却多了一份笃定和安稳。不再是漂泊的合租生活，是两个人的相守相伴。江雪依旧每天上班下班，回家就有热乎乎的饭菜。我依旧做着自媒体，事业慢慢步入正轨，收入越来越稳定。我们一起攒钱规划未来，打算再过1年付个首付，买一套小小的房子，真正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生活里的小摩擦依旧存在，比如我还是会嫌弃他迷糊丢三落四，他还是会嫌弃我嘴毒不懂浪漫。可我们都懂这是彼此相处的方式，吵吵闹闹却从来不会真的生气，反而感情越来越好。过年的时候，我跟着江雪回了他的老家，去祭拜他的父亲。我站在他父亲的墓碑前，认真的跟他说，我会好好照顾江雪，一辈子对她好，让她放心。江雪站在我身边，握着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感激和安心。过完年，我们回到出租屋，开始新一年的打拼。我更加努力的做内容，账号越做越大，接了一些合适的广告，收入翻了好几倍，存的钱也越来越多。江雪也换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轻松稳定，薪资也高了不少，再也不用受委屈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我们依旧住在那间2居室的出租屋里，可这里早就成了我们的小家，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我们的回忆，充满了烟火气。早上一起起床，我做早餐，他收拾屋子；晚上一起下班回家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聊一天的趣事。周末一起宅在家里，或者出去逛逛街，看看电影，平淡却幸福。偶尔，我们也会想起当初在老房子的日子，想起那个不能上锁的破门，想起热水器漏电的惊险，想起他乱扔我 U 盘的迷糊，想起我背他去医院的狼狈，想起那些吵吵闹闹的时光，忍不住相视一笑。要是当初我没同意跟你合租，要是后来房东没卖房子，要是我没厚着脸皮找回来，咱们是不是就错过了？不会，就算错过了一时，也不会错过一辈子。命中注定的人，不管绕多少弯路，终究会走到一起。兜兜转转，我还是会遇见你，还是会爱上你。这是注定的。是啊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，从最开始的嫌弃抵触，到后来的慢慢心动，再到最后的相守一生，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。两个孤单的人在陌生的城市，因为合租相遇，因为陪伴相爱，把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子过成了诗一般的温暖。转眼又是一年春天，窗外的花开了，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。我们攒够了首付，看中了一套小小的2居室，户型方正，采光很好，离江雪的公司不远，也方便我在家工作。签合同的那天，我们手牵手，看着属于自己的房子，眼里满是激动和憧憬。江雪抱着我开心地说，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再也不用租房子了，再也不用搬家了。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，一辈子的家。我笑着说，心里满是欣慰。从老破小的出租屋到现在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打拼，终于有了安稳的归宿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找太多人，就我们2个人慢慢收拾东西，把每一件有回忆的物品都小心翼翼地搬到新家。那个失而复得的 U 盘被我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，那是我们相遇的见证。那个他当初陪我的移动硬盘也一直留着，装满了我们的回忆和我的灵感。新家装修得很温馨，按照我们喜欢的风格布置。搬进新家的第1晚，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，开了1瓶红酒，庆祝我们的新生活。江雪坐在我对面，沉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给我一个家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温暖了我的岁月，让我不再孤单。我举起酒杯跟他碰杯，往后余生，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是你，荣华是你，心底温柔是你，目光所至也是你。